我是瓜皮儿，超女第一季前情提要。卡拉火星叔联手干掉了白火星人，并且发现了科技巨头麦斯威尔隐藏着的秘密。罗德科技52号房里存放着一名神秘女子，只是身份无从得知，只是还未有机会调查。新闻上就出现了另一个超女，正在大肆破坏着城市。此事自然与麦斯威尔有关了。1天前，他得知了超女和艾利克斯是姐妹。为了进行自己的计划，麦斯威尔将超女的 DNA 和红旋风散件融合，将神秘女子打造成了克隆超女。在与火星叔的交谈中，卡拉知道了神秘女子的事，便由此断定克隆超女和麦斯威尔有关。今晚卡拉原本的计划是和亚当约会，自打知道了儿子和秘书很亲密后，老板格兰特打心底里高兴，不光出钱还出力啊！只是没想到城市出现了麻烦，卡拉随便找了个借口便前往现场。缆车发生故障，乘客危在旦夕。卡拉赶到时恰好遇到了，只是他们作战方式完全相同。卡拉不想缠斗，找机会救下了百姓，自然也把战况转述给了火星叔他们。这克隆超女不像是机械体，而是个有灵魂的人。尽快制服逮捕克隆超女是 DU 的首要目标。格兰特更是赋予了代号比扎罗。经过一番调查，温和吉米发现有7名无意识女孩被转移到了麦斯威尔旗下研究所，她们的身高特征都与超女极其相似。52号房里，麦斯威尔给比扎罗的任务就是干掉超女，称她是邪恶的外星人。可是，一番交手后，比扎罗发现超女并不是那样，对方一心都在保护百姓的安危。无奈，麦斯威尔只能道德约束了比扎罗，好让他继续针对超女。这时，艾利克斯赶到了罗德科技，比扎罗是麦斯威尔研发的，已然实锤了。只是对方知晓超女是卡拉，还清楚艾利克斯和他的关系，更是想成为人类救世主。艾利克斯不敢轻举妄为，回到 DU 和卡拉交换了情报，决定还是先拿下比扎罗，再去找麦斯威尔。在此之前，卡拉要去弥补一下亚当。只是他们互相啃了没一会儿，比扎罗就抓走了卡拉，两人再次大战。卡拉始终认为对方是有灵魂的人，不是什么实验品或者是机械人。这也导致他不想使出全力，更是发现自己的冷冻呼吸在比扎罗嘴里变成了火焰，热视线也变成了冷视线。就在这时 DU 赶到，正想利用克什子弹制服比扎罗，没想到起了反作用，比扎罗皮肤呈现灰白色，脸上也开始慢慢开裂，留下句我恨你后逃离现场。明显比扎罗拥有着和超女相反的能力，克什非但不会起效，反而会增强它。火星叔准备研发一种逆向克什，专门对抗比扎罗。这些天麻烦不断，卡拉只能忍痛对亚当提出了分手。另一边，麦斯威尔借着比扎罗毁容的事情火上浇油，经过他的鼓动，比扎罗悄悄抓走了吉米。同一时间 ，DU 也将麦斯威尔控制了起来。吉米被抓后不慌不忙，连忙嘴遁拖延时间，一边说你并不丑，你是最美的，一边呼叫了超女。卡拉立刻赶到现场，真假女超人再度展开对决，打了个难解难分。赶来的艾利克斯一枪下去，逆向克什直接让比扎罗陷入昏厥。比扎罗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如卡拉所说，他是有灵魂的人，他愿意接受 DU 的治疗。至于麦斯威尔，他还得再续住一段日子。操劳了一天，卡拉终于可以回家歇个脚。桌子上突然多了一种包子，还没有反应过来就中了招。身后的寄生物让他陷入了梦境之中，睁眼时已经来到了克星，梦里啥都有啊。这一半天，卡拉都没来上班。格兰特怀疑他出了什么事儿，吉米和温立马给艾利克斯打了电话。三人赶到时，卡拉已经被寄生物附身。火星叔将其接回 DU 紧急治疗，情况紧急，也没时间赶走温和吉米了。艾利克斯感觉这东西又是麦斯威尔搞的鬼，可是一番打探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。其实这是姨父诺恩搞的鬼，他背着阿斯特拉做了决定，如今太阳风暴即将来袭，是时候该清洗一下地球了。DU 这边用尽各种办法，也无法将卡拉和寄生物分离，强行手术只会让卡拉殒命。没办法，火星叔只能变形成了卡拉的模样，回到了凯特国际上班，并没有人怀疑。伺候人这方面差点把火星叔逼回火星啊！梦境中的卡拉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，看到父母和小时候的克拉克，寄生物让他忘记了真实的记忆。卡拉沉迷在了这个世界，外面的世界里，艾利克斯还在不停地寻找救回妹妹的办法。这时，姨妈阿斯特拉主动找了过来，她现在没有权利阻止诺恩行动。寄生卡拉的植物叫做黑色仁慈，解除梦境的办法只能是自己醒来。姨妈的办法是进入卡拉的思想，可这需要特别的技术完成。麦斯威尔是唯一人选，大家都是为了地球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没多久，麦斯威尔就研发出了一款虚拟现实头盔，能够帮助艾利克斯进入卡拉的意识。可他去的不是时候，小超和卡拉父母、姨妈、姨父都在，刚进去就被敲晕了，就准备流放到幻影区。卡拉认不出姐姐来，还处于一脸懵逼的状态。经历了一波激烈 talk， 卡拉回忆起来了，然后他醒了。
得知谋害自己的是姨父诺恩，卡瑞双眼通红，他相当于重新经历了一次克星的生离死别。在麦斯威尔的帮助下，他们追踪到了诺恩。卡瑞冲过去一顿家庭伦理拳，可当他得知地球即将被清洗后慌了神，这让姨父逃得无影无踪。迪欧与姨父大军进行了正义火拼。阿斯特拉虽然不愿意去伤害侄女，但他也不想放弃拯救克星的机会，只能向火星叔出手。眼看着他落了下风，艾利克斯掏出克什匕首，一刀带走了阿斯特拉。随即卡瑞赶到，为了不让姐妹间有隔阂，火星叔撒谎说是自己干掉了阿斯特拉。姨妈在临终前还在担心侄女的安危，最后一口气的时候，本能地说出大清洗的计划，可他必须要说出一些关心的话，然后在闭眼前来了一句没时间了。阿斯特拉没了，诺恩比卡瑞更难受，他更坚定了清洗地球的计划。姨父当晚闯进了卡瑞的家中，不是为了报复，而是为了给阿斯特拉送行。这是埃尔家族的私事，卡瑞尔自然不会拒绝。姨妈生前最疼的就是自己，根据老家的习俗，葬礼要由幸存的女性主持，这是最后的和谐。下次见面时，姨父和侄女还得有个人进棺材。近期罗兹堡有囚犯越狱，根据调查，他最后一次出现在一座废弃仓库。迪欧赶到时中了埋伏，被一个假面骑士袭击了，囚犯也被对方带走了。这些事儿他们本想自己处理。卡瑞刚刚失去亲人，需要休息，但卡瑞执意要加入。另一边，假面骑士对囚犯执行了死刑，很明显他不是第一次这么做。迪欧查出了一些端倪，各地的逃犯在一段时间里都相继被斩首，而他们之间唯一的规律就是罗兹堡编号。根据这个线索，他们锁定了下一个受害者，并且派出超女前去阻止。然而假面骑士实力不俗，几个回合下来把卡瑞羞耻地绑在了空中。卡瑞回到了第一欧，火星叔的问题都被他怼了回去，弄了我姨妈还跟我爸爸，真想一拳把你打成迪迦呀。卡瑞并不知道下手的是艾利克斯，否则他们之间肯定会大闹。迪欧扫描了假面骑士绑住卡瑞的武器，上面有人类的 DNA。 与之相匹配的是一名叫做沃伦的警官。拦住对方时才发现沃伦的搭档才是假面骑士，被打了个措手不及。卡瑞被活捉，用红太阳削弱了卡瑞的能力。这里的一个罪犯教会了卡瑞一件事儿：一场悲剧不能通过制造另一场悲剧而消除。男人也曾居住克星，妻子病重，让他被迫去抢劫，还出了人命。后来被卡瑞的妈妈关进了罗兹堡，现在他想好好活着，以一名教授的身份造福一方。与此同时，迪欧发现了假面骑士的身份，对方的确是罗兹堡的狱警，但也只能算是幸存者。假面骑士德雷伯的目的就是重建秩序，在地球上创立自己的罗兹堡。艾利克斯一直追查到了德雷伯的住处，发现地板之下有一个巨大的洞穴，里面停放着一架飞船。炸开以后发现飞船就是监狱，卡瑞果然在此。艾利克斯自知敌不过德雷伯，便开枪打穿了天花板。阳光照射进来后，卡瑞恢复了力量，将德雷伯抓了起来。卡瑞还把克星男人放了回去，他已经受到了惩罚，现在还是继续回去造福人类吧。回到地欧后，卡瑞把麦斯威尔也放了出去，他没有资格囚禁任何一个人类，哪怕这个人类没有向善之心。都告一段落后，卡瑞将母亲的影像问起了大清洗，哪知这属于克星敏感词儿，继续访问会引发自毁程序。之后卡瑞便退出了地欧，他无法接受和一个杀害姨妈的人一起工作。早些时候，格兰特收到一封匿名快递，U盘里出现一个虚拟人物，他要掌控城市的所有设备，红绿灯随之变色，交通开始瘫痪。卡瑞看出这是曾经在罗兹堡的超级罪犯，这是个 AI 纠集体，实体与数据之间随意切换，而且电缆对于卡瑞的事情了如指掌。阿斯特拉死后他才敢出来。卡瑞离开了地欧，少了很多情报设备，温还被火星叔拉去提供技术支持，他现在很难受。吉米带他去了一个地方，大超位于北极的家，孤独堡垒，拿出了大超藏在门口的摆顿钥匙，卡瑞进入了其中。在克星助理的帮助下，卡瑞查清了罪犯的身世信息，他是布莱尼亚克8世，布莱尼亚克的后裔，他们被誉为正义联盟最可怕的对手之一。只是8世现在自称电缆，星际罪犯来地球的目的都差不多，无非就是毁灭人类。卡瑞想要解决此人，又不想借迪欧之手，与吉米和露西调查，发现电缆的目的是拿到导弹的发射权，这样便可以消灭人类。在彭伯顿堡发射基地，卡瑞拦截了电缆，只可惜来晚一步，轰炸纳西诺式的导弹已经发射，超女一路追击，速度提到了极限。事已至此，卡瑞不得不请求火星叔支援，在最后一刻解除了危机。失效的导弹坠入大海，而电缆在计划失败时选择解体。卡瑞在事后得知了姨妈死亡的真相，他没有责怪艾利克斯和火星叔，那种时刻为了自保不得不这么做，否则牺牲的会是自己两人。3个人恢复了家人级的关系，我他妈！与此同时，诺恩恢复了解体的电缆，但条件是必须服从自己的命令，执行地球清洗计划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